OK， 更新已经结束了，相信各位登录游戏的时候应该会看到这些通知啊，就是它多出了一些新的成就来告诉你说你有什么统帅啊，有什么统帅已经觉醒了或者是提升了他们的等级，所以这边就会一直不断的弹出来。那如果你们想要看这些成就的话，就必须要点击这个符号，然后在后面就会多出了这2个新的项目。像我这边守护者的话，就有包括皮洛士霍去病就是那些比较新的统帅，之前都没有加入在里面的，还有包括霍去病觉醒也是可以拿到，但是这边多数看下来都是拿加速而已，没有拿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吗？他就是完全不给镜头，真的是太吝啬了。如果你们想要金色雕像的话，恐怕还是得觉醒多一点统帅才可以拿到。那一方面呢，也是多出了一个新的头像框，这个是在公告里面没有讲到的，等一下我们再过去看一下。像这边有包括霍去病、查士丁尼、戈尔戈、刘彻、亚述巴尼拔、海尔曼 P、拉普贡沙洛、加查马达等等这些统帅，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像我这个是骑兵账号，所以就没有包括这些统帅。觉醒、获取、提升他们特定的技能都可以拿到。这里还有包括城市主题耶，那就惨了，像我这种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拿到登峰造极皮肤的玩家，应该是没有办法去解锁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想要透过这个方式让玩家会想要去拿一些旧的皮肤也说不定呢，因为他这边有些皮肤呢其实不是新的皮肤名称来的，而是旧的名称，就比方说这个长船战歌就是之前攻击力提升的皮肤，还有包括装饰品也有所以他这个新的成就呢就包括统帅、装饰品、城市皮肤，还有一个特别的成就，在一次征服赛季完成水晶科技的全部研究，还有使用海尔曼 P 击败一支以海尔曼为主的部队，这个是什么奇怪的成就啊？就看起来比较特别一点的，但是我这边已完成的成就呢都没有像这样子奇奇怪怪的内容了，就只有海尔曼 P 有这个东西而已。这个我试试看好了，看能不能解锁，我拿我的小号来做测试。 OK， 那么现在我是让我的小号是已经退出联盟了，让它只有放海尔曼，我这个部队呢也就只有海尔曼 P 而已。来，我们来试试看啊。已经完成了啊，所以你们自己用小号其实也是可以完成的。那其实你也不需要把海尔曼 P 给觉醒啊，只要你手头上有海尔曼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官方为什么特意弄了这个成就出来，可能他们是在玩梗之类的吧。可以看到它的符号就是一个海尔曼 P 跟另外一个海尔曼在一起决斗的画面，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啦。关于这个成就的部分，那我这边就解锁了2个拿到金钥匙跟银色的星星，就是一些废物垃圾东西，没有什么用的。那解锁到传说统帅的雕像要解锁到很久420，哇！还有另外一个命运之子，看一下，在埃及之战中获得了非凡的成就就多出了一个头像框啊。它这里也是有说要怎样去完成呢？就比方说你要累积参加10次埃及，在埃及之战中所属联盟以1000以下的得分差距获胜，还有包括一些抬灵柩要抬10次，而且是要成功护送10次。我有这么多次吗？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我是经常会去搬灵柩，因为我用全骑兵我的骑兵死掉之后还有下一个骑兵，而且比较少人会主动去搬所以我通常看到有灵柩可以搬的时候我就马上去点了。在一次埃及之战中获得1万分数以上，这个很容易了。累积10次在埃及之战中获胜，这个应该也是挺简单的。所属联盟5万以上的分数得分差距获胜就是你要比敌人还要多5万分这个可能会有一点难但是如果你的联盟本身实力就很强，就比方说你是参加奥西里斯联赛的那种冠军队伍的话，或许你在正常的埃及之战中还是可以拿到这样子的分数差距的。还有就是采集资源，个人得分要1000以上，参加10次埃及之战，个人的分数都要有1万以上。那除了这个成就之外，还有解锁另外一个卧虎藏龙，这个是真的很难拿到了，除非你是真的大佬，你所有的统帅都有去觉醒。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首先它这里就包括霍去病要觉醒，戈尔戈要觉醒，亚述巴尼拔要觉醒，拉普要觉醒，加查马达要觉醒，查士丁尼要觉醒，刘彻要觉醒，海
海尔曼 P 要觉醒，贡萨洛要觉醒，这里我只有3位统帅觉醒啊，就连你是那种花很多钱的玩家都不一定会有解锁到这个成就，因为我相信多数玩家应该没有把拉普给觉醒吧。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玩家他们把里面其中的一位统帅在前不久已经重置掉了，就是已经把他给归零了，没有觉醒了，那算不算是已经完成了成就呢？因为他曾经也是有觉醒过嘛，这个是让我比较困惑的地方。这个要用项羽耶，但是项羽要打死托俊杰，要打死吉尔加美什，打死巴加尔这个要求挺难的，除非我又找到另外一个玩家他这些统帅都有，然后像我刚刚用海尔曼 P 这样子去跟他对打，把他给打死了之后，我才可以完成这些成就吧。但是这个只是名牌，我觉得不是很重要哦。另外一个是什么？孔雀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去拿他的头像框。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就，你们有空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解锁，主要这边是拿加速而已。那我们来看一下头像框跟头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有时候它会透露一些东西哦，有狮子了啊，这一次是什么节庆啊？为什么出现那个狮子的头啊？上次是出现那个老虎，之前是出现一只龙。 OK， 老虎出现的时候是因为江汉战，龙出现的时候是因为孙武，那这一次狮子的出现啊，难道是要设计一个新的统帅了吗？不确定诶，也有可能是一些节日，所以他推出了这个头像框。但是我觉得比较大的可能性是因为他们设计了新的统帅，所以设计了一个新的头像，但是不确定是什么统帅啊，有什么跟狮子有关系的。 OK， 来看一下头像框的部分，像刚刚我就有解锁了一些头像框嘛，那么这个就是刚刚我完成成就之后拿到的头像框啊。首先这个是登峰造极的头像框，基本上外面的内容都已经挡着了你头像里面可以看到的部分了，这个是有动画版本的，外面多出了一个光圈，然后有音乐的符号出来。另外一个这个是刚刚我所说的那个成就，就是你要觉醒很多位统帅才可以拿到的头像框，但是这个头像框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啊，它应该要弄得一个更加威风威武一点了吧，而且它应该要弄成传说等级的，毕竟觉醒这么多统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另外一个是购买礼包获得，这个应该是在接下来7000宝石活动中会出现的一个礼包内容啦。另外一个头像框呢，就是你们刚刚那个成就如果有获得490点的时候才可以拿到，上面是一个猫猫的图案。至于其他的内容就没有更新其他东西，只是大概是这样子而已。至于联盟方面呢，就多出了这个悬赏，它更新了一些东西啊，就是你最大值可以获得多少，这个就需要自己去调整了。它那个数目哦，它可以用这边的键盘去打了，可以像这样子去打了，就不一定要用你电脑上的键盘，这个是新增加的部分啦。要看一下我这边账号已经改了那个功勋值获得的分数没有，我这边是还没有改的，这边依旧还是之前的版本，应该是新开启的失落之地才会改吧。另外一个更新是说重置版的部队在更新之后阵亡的时候会有一个播放阵亡动画，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来试试看好了，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动画啦。要阵亡了哦，就这样子。然后呢，报告有的看吗？所以是什么回放什么什么之类的，是在哪里？也没有看到啊。OK， 先不要理动画的部分了，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东西。就是如果想要用这些皮肤之类的话，可以直接使用了，现在可以直接切换了，快一点哦。就你不需要再进来这边点选，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好像进来这边点会比较快一点的，比较方便一点。另外一个就是驻地任务，刚好我的驻地任务还没有做哦，现在可以直接给你看到你完成多少了。有一些你可能才刚开始，它就只有一点点黄色的进度条，如果你完成比较多，它就黄色比较多，所以你可以这样子选择接受哦，可以直接在那边重置了。哇，这样子方便很多，我比较满意是这个部分的更新。其实基本上这一次的更新也没有更新太多东西啊，感觉就是玩家也搞不清楚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进来一脸懵，
在完成之后，点选这边依旧还是会回去驻地这边所以如果你要方便的话，可以直接在这边领取奖励，然后再继续看有哪一些任务你想要接的，可以直接从这里接，也可以从这里重置，确实会方便很多快很多。另外一个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没有用的更新就是多出了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很想问我这样子点进城市直接看到我的游历没做，这样子点不是更快吗？你只有这几个步骤而已，甚至你进入游戏的时候就直接在你的城市里面，你只是需要点击你所要点的建筑物，然后点击操作就可以了。为什么你还要再点这个部分，然后向下去找到你要去做的东西，比方说委托好了，然后它跳过来这个界面，你还要点一样的按钮去操作，这样子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很没有用如果可以的话就直接关闭掉吧。不过这边多出了一些比较方便操作的部分医院容量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啦，就比方说你在打仗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点，这个或许行得通啦，但是这个建筑之类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可以把建筑的移开，所以如果你们要的话，也可以以这样子的方式来操作。来，我来试试看假设说我在外面打仗我打得很激烈我忘记要治疗，我点进来我是觉得医院这个可以保留，这个你们可以自己注意一下。就比方说如果你是习惯了你是近距离打架，其实你可以这样子一直开着那个画面因为我试过了，你可以这样子放大最大的画面，然后进站操作，点击医院就可以马上来治疗，其实这个是挺方便的。但如果你是用点点模式的话那很抱歉你是用不到这个功能的我是希望如果点点模式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点选那个医院红色的部分，点了之后直接跳去你的医院画面那边会比较方便一点那么反正都更新了，我们顺便来看一下登峰造极的皮肤吧，因为之前看到都是官方发出来的一些公告，还有出现的图片就是看得不够详细其实你这样子点进来的时候是有一个声音就是它那个竖琴的声音还可以啦，那个造型就是我觉得比起之前那个还好一点这个是真的很丑这个还可以接受啦，还不到很丑的程度但就是有一点单调了。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天赋方面就是增加了连击伤害跟重击伤害但是在老外主播那边讨论的还蛮激烈，他们觉得这样子改动不好，没有事先跟玩家通知，只是直接出了公告说他们会改动这样子，对于一些统帅来讲不太公平我是觉得说是有改动会有不公平的问题存在，但是有缺点也有优点啦。像优点的话就是那些技能伤害统帅终于不会被压制着了，可能技能伤害统帅之后可以表现得越来越好，毕竟现在是重击伤害跟连击伤害统帅拿到好处的版本嘛。这个天赋其实早就应该要调整了，不是等到现在推出了这么多连击伤害统帅跟重击伤害统帅之后才来调整了，我是觉得官方的反应有一点太慢了，所以才会导致成有一些玩家觉得说我已经把这些重击跟连击伤害统帅都已经觉醒，你现在才来搞这个天赋调整，对他们来说不公平。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的部分虽然是有调整有影响到了，但谁知道呢影响会不会真的很大，因为它削弱的部分同时也有在加强，不是只有削弱而已。 OK，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内容其他的更新内容呢都是必须要等到比方说新的 KVK 推出，又或者是版本结束活动推出的时候才会看到。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当然如果你有发现到一些其他隐藏的更新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